终于肯来接我走了。你怎么穿着嫁衣就出来了？万一被别人看见，你我便是万死不足。我这不是着急见你吗？放心，我早把嬷嬷支走了，她不会觉察的。我给你的手术，你可带在身上？我怕被嬷嬷看见，已经偷偷吞下去了。你呀，何必呢？那液金尖吞下去多不舒服啊！为了你，再难受我也不怕。二郎，你今夜就带我走吧，我宁肯血溅3尺，也不愿让别的男人碰我。除了你，此生此世我谁都不嫁。我与你一辈子在一起可好？你不要这样想，我会心疼的。我们今晚就走，走得远远的。你想去哪，我们便去哪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便永远疼你，爱你，陪着你。我们厮守一辈子。从此再无宋国公府的嫡女，也无安阳侯府少夫人，只有金钗不群的卫士。我愿与你浪迹天涯，做一生一世的恩爱夫妻。私情，你可确定？九娘子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讲啊。二位请看，这是陈旧疤痕，从胃腐烂的地方可以看出，上下黑点呈半月形对称分布，上方的黑点较下方大而长，是因为人的上牙较下牙大且排列松散，损伤更重。这是咬痕，乃人齿所致的挫裂伤。就算是人咬的，也可能是女子之间打闹留下的。男子与女子下颌宽度不同，若是打斗所致，死者必定会反抗躲避，伤势和位置都会不同。是啊，再说宋柔是宋国公的掌上明珠，府上无人敢惹，更遑论咬伤至此。就凭一个咬痕，就断定宋柔与有私情，这也太草率了。还有白痴蚁，白痴蚁靠腐木为生，鲜少攻击活物，只有死者曾裸身躺在蚁窝附近，才有可能在其私处发现白痴蚁。你说他会不会是被胁迫的呢？被胁迫为何不示警？真当宋家侍卫是死的吗？成亲当日，死者坐在喜轿中，被抬入荆州城，只有趁前夜休憩时方可行事。若非亲近之人，他为何要在夜间独自前往榕树林？宋娘子如此惨死，庞大的宋家队伍为何无一人察觉？甚至还有人在侯府企图装神弄鬼，扰乱我心智，应该都是宋家人所为。你说会不会是下面的人为逃避护送不利之罪，多方遮掩，也是难免的呀？大人所虑也不无道理。民女恳请霍大人准许剖尸检验，以找到确凿证据。什么？剖
剖尸检验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那宋国公他绝不会同意的。霍知府，宋柔在几个月前就该进居备嫁了吧？若是宋柔婚前失贞，却还要嫁于安阳侯府，宋国公这是将安阳侯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，将圣意置于何地？此事事关重大，霍知府为官多年，该怎么做还用我教吗？我现在就重新派家宋家诸人，劝魏延之首肯剖尸检验。下官告退。此番宋国公与安阳侯府恐难善了，在未剖验之前，还请秦九娘子切勿将宋柔可能失贞之事外传。漏露所言示状者，杖100。民女虽非官役，但也知检验条例，敬下多虑了。徐武总，将尸身连同长案一同放入空棺内，在尸身四周放满花椒和木炭和封棺，在棺椁周围多加冰盆，延缓尸身腐烂，以备3检查验。是。还有，让京城的人着重查访宋府后宅。后宅？莫非那宋柔不规劝？看来得把你送回新兵营重学规矩了。主子饶命，属下宁可跑荆州10圈，也舍不得离开主子啊！你说是不是？哼哼。九娘子慢走。白将军有要事回避，别打扰他。想不到除我之外，嘴甜手狠的白将军，竟另有忌惮之人。主子，你就别叫我将军了，你都叫得我腿软了。剖尸！哎呀，霍大人，您知道我的难处，如此，实是无法跟国公爷交代。这此案不破，国公爷、侯爷，甚至你我，都无法向圣上交代。大人所言甚是，但是，我找到案发现场了，在哪里？就在十里庙的驿站。正如卷娘子所说，驿站旁边的确有榕树林。我们在一处僻静的枯枝堆旁发现了血迹，可找到小柔的头颅？没有，我们找遍了整个山林，也没有发现。会不会被野物叼走了？十里庙是离荆州最近的驿站，人员来往众多，除非难以捕食的寒冬腊月，野物不会出现在此。也有可能是被凶手带走了。但凶手要逃可有什么用啊？也许是为了掩盖证据。是在下失职。魏府尉，还请你尽快让宋国公与我手书一封。毕竟，不论同意剖尸与否，我可都是要向圣上和安阳侯府交代的。在下告辞。殿下，你这一招可真是太高了！有了宋国公的手谕，之前下官因验而不验之罪就全归宋国公了。徐宇宗师弟，因验而不验为违制之罪，是为了约束验官，敷衍塞责，嫌慢了事。大人岂能为有了托辞而如此欣喜？哎呀，形势所致，并非下官有心闭嘴。九娘子秉性公义，一时激愤之词，霍知府就莫往心里去。宋国公那边我已帮你解决，安阳侯还需你自行应对。毕竟，安阳侯府要的只是一个真相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审问宋家奴仆。告辞。慢走。儿啊，以后还是以课业为重。秦婉这个高枝儿太高，咱攀不上啊。福陵，上车，回安阳侯府。惹九娘子生气了，看样子气不轻啊。
欠的绕荆州十圈，这就开始吧。不是，主子，那这叔属下泣血相告，让小娘子生气了，得赶紧哄回来，隔了夜就哄不回来了。九娘子，九娘子，九娘子方才可是责怪我用宋国公的手书替霍怀信开脱？正是，霍大人虽为国公府事大，若有世子殿下施压，他未必不敢担当。你以为霍怀信怕的只是剖尸之责？他怕的是你真的找到了证据，让宋荣私通之事事发，宋国公会迁怒于他。那世子殿下为何还要纵容霍大人推脱其责？难道人命之重，竟比不上一顶官帽重要吗？因为你验出了齿痕。圣上已亲自过问此案，虽说齿痕并不能当作宋柔私通的确凿证据，可也足以令人生疑。我若是将复检验状与宋国公的手术一同呈上，圣上定会怀疑宋国公刻意阻挠检验。若圣上下旨严查，宋国公又能如何？民女方才错怪殿下了，自请处罚。不必，我只不过是顺势而为，算不得什么。不过，我倒是希望九娘子日后能够对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我总是觉得魏延之有些嫌疑，他方才看似伤心欲绝，却连我的双眼都不敢直视。我会派人去盯着他，是否真的给宋国公送信。明日是15，就游园灯会，他尚不知我已验出宋娘子有私情一事，恳请殿下放出消息，就说几日之后我要3检，明日灯会我会引他出来，看他是否想借机除掉我。你何必以身涉险？找个安阳侯府的舞婢替你。魏延之若真是凶手，没有真儿，他怎会上当？殿下明日派人跟着我就好，告辞。公子，京城来信说，咱们出发的第2天，大公子和长随都不见了。为何不早来通报？护卫翻遍了京城，没找到大公子，国公爷这才给咱们传信。派人沿咱们来时的路查一查，大哥只怕是追过来了。那娘子会不会被大公子？闭嘴！还嫌国公府的麻烦不够大吗？可是我听世子手下说，尸身还要3检。那倘若真的检出，咱们怎么跟国公爷交代啊？勘验的人若是不在了，国公爷自可高枕无忧。我哥和七哥呢？一下车就没看到他们。哎呀，不管他们了，咱们自己玩吧。郡主，你快看那个灯，哇，真好看！那个小兔子好可爱啊！哎呀，娘子快看，还有皮影儿！走，我带你们去玩。快点！你也试试。不了。欧陆望姬。欧什么姬？请取名欧陆望姬。这么吵闹的地方，魏府也还能听音识曲，想必是从小就擅琴吧？
哪里？欧陆忘机是家兄最爱的琴曲，在下听家兄弹多了，自然就记住了。那令兄可是从小便学琴？家兄是魏府的嫡长子，深得母亲和宋国公的看重，国公也为了他请了京城最好的琴师教他和小柔。这次若不是他临行前驯马摔断了腿，本该由他来送嫁的。左手中指第2节关节和大拇指关节处都有厚厚的茧。据宋国公府的下人说，宋娘子的确善琴。那魏府为何没有学琴？母亲在世时不愿我多去叨扰宋国公。哎呀，既然出来玩，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嘛，不要说这些伤心的事。世子殿下找不到我们，肯定会着急。我和魏妃去那边逛逛，你们去寻他们，来找我们会合。这怎么行？还是请九娘子和郡主在此稍等片刻，再下去寻世子。只是，我想先去寻那操琴之人，所以请九娘子和郡主要多等一会儿。去吧去吧，人别走丢了就行。若非知道他是庶子，只怕人人都要道一句“好个大家公子模样”。走吧。夫人，你去引郡主离开。不行，我要在这儿保护你。我和殿下约好了，他会暗中保护我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去吧。这个好看，郡主，你快看，那个上面的蝴蝶好好看呀！我们去2楼看吧。行，小婉儿，小婉儿呢？她去找世子殿下了，你放心吧。可是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哥哥，这个可好玩了，你上去试试。哥哥再见，再见。九娘子，好美啊！的确很美。朔溪军驻守边关，白昼征伐，夜宿寒山，为的就是这万千灯火夜夜可见，百姓夜夜安宁祥和。你好漂亮啊！我可没7个的胸襟，我只愿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夜夜平安。只有家国昌泰，人才能平安无忧，不是吗？不好意思啊。
找谁啊？抱歉，认错人了。他在找谁？魏延之，是你吗？娘子，买面具吗？我们家什么都有，随便看随便挑啊。我要这个。好嘞。来，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！太牛逼了！过来看一看啊！全答对的话，有机会得到小叶特别厚的金脸大奖啊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我见魏延之下了灯车，就跟了过来。就去买了面具，但我发现那人好像不是魏延之。那确实不是他，他还在那儿听琴呢。不过你倒是大胆，这么多人也敢冒险，亏得有人说见到一戴谢之面具的女子，我才能寻到你。你怎知戴谢之面具的人是我？谢之善变曲直，这世间除了你，还有哪位女子会戴如此凶恶的面具？你受伤了？无妨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走。怎会伤成这样？征战之人哪有不受伤的？这处刀伤，分明是近些时留下。从京城到荆州，何来的战场？果然都说太聪明的女人不好。我以为只有无能庸人才这么想，没想到殿下也是个庸才。我是怕你知道的太多，反而对你不好。不过，你若是想听，我也不是不能告诉你。我并不想探知军中机密。那若不是军中机密，而是涉及到京城冤案的，那也不必说与我听。殿下的伤若再生半寸，就成个废人了。这些时日，为何不说也不肯医治？伤口都已发溃了。我带有伤药，自己可以疗伤。用些吗啡散吧。不用，这些伤我受得住。你的伤横贯脊骨，要剔除腐肉才能缝合，稍有移动便会伤及经络，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我10岁便入军中，这些伤我从来都是硬扛过来的，用这些东西，反而令人娇气。好，那你受不住，一定和我说。放心。
还请九娘子帮我配置一款金疮药，用于战场急救，只求见效快。见效快的都是虎狼之药，一般人怕是受不住。朔溪军堪称虎狼之军，用虎狼之药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放好了。主子，属下有事回禀。进。主子，那灯楼的底座确实被人刻意砍断了横梁，但引九娘子出去的人不是魏延志。事发时，他一直在天音楼听琴，琴师和掌柜皆可作证。宋府会武功的府兵有20人，目前都在府内，但是他们之前曾一起去过登试。小小的宋府府兵，竟是比军士还要纪律严明，连游玩都要同进同出，着实罕见。属下这就去收拾那帮家伙。站住！站住！不能师出无名，他们使出这些伎俩，无非就是想阻挠我剖尸。只有尽快剖检，才能让他们无计可施。白风，明日准你与宋府府兵打一场，只许小胜，不许速决，打到霍怀信出面即可。是。九娘子，那就劳烦你明日剖尸了。是。白将军，你说宋府侍卫诬陷殿下，方才动起手来，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呀？他们说少帅武功高强，又与他们前后脚从京城过来，说是查案，实则许是对他们娘子逼奸未遂才下了杀手。胡说！殿下，下官敢以性命担保，宋府上下绝无一人敢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念头。霍知府，虽说谣言止于智者，可空穴来风必有因。若是这些话传出去，我燕池还有何脸面忝为朔溪军少帅？下官这就严令封口。下官惭愧。既有小人背后作祟，那就休怪我燕池不留情面。宋娘子的尸身检验必须尽快完成，若是抓不到真凶以正视听，你们二位就跟我去朔溪转转吧。殿下息怒，下官立刻安排剖尸检验。娘子可是有心事，看你都发了半天呆了。有件事我想不明白，燕世子为何宁可自污也要助我剖尸检验？此事与安阳侯府无关，也非他职责所在。他与宋国公府更无私怨。娘子啊，你觉得世子殿下对你如何？很好。那娘子觉得世子殿下为何对娘子和旁人有所不同？他说过，我救过大长公主，就是他的恩人，且他想做的事只有我能帮他。或许他是看中我的勘验之能，想借我手行事。娘子，你就不曾想过，或许万一世子殿下他对你心生爱慕呢？我的身份是假，利用却是真。
我要借他之权柄，助我逃离秦家，时时刻刻都不能掉以轻心。若不能带人一程，何以回报他的爱慕之情？这难道就不能是他单恋吗？他应该不至于吧。九娘子，昨夜义庄失火，东偏厅被连夜烧毁，那尸身怕是检验不得了。世子殿下可知晓此事？主子一收到消息，就连夜赶往义庄，命在家在此候着，免得九娘子白跑一趟。那侯府的马车为何还在此处啊？主子担心九娘子执意要去。上车，去义庄。九娘子，那尸身已经被烧焦得不成样了。还能验吗？能不能验，得我说了算。我是五座香了，这是五座香啊！你们没钱，别跑！你果然还是来了。义庄里的纸扎蜡烛确实易燃，但这摆放了许多的冰盆，冰遇火则化水，会减缓火势，没道理全烧毁的。尸身在何处？已移至中堂，你先过来看看这个。这什么味道？桐油。义庄里点的应该是酥油，果然是有人刻意纵火。霍华仙已派人去查昨夜购买桐油之人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宋府的人。大公子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可还能验？尸身体表已呈黑色交加，不见皮肤观感，但剖尸主要是剖验其内里，寻找五脏间的痕迹，所以能验，只是徐和未到，工具还在他那儿。白风，这是之前就做好的，想着宋女子多有不妥，所以就一直存放在义庄，以备你不时之需。抬进来。多谢世子殿下。你好好勘验就算是谢我，我来记录验状。记：因尸表烧伤严重，3检验尸，只为剖检。
死者亡故近9日，护卫中只有少量残留物。怎么了？忌。骨盆较大，且朝后现倾，尸骨较一般女子宽，包公位置靠下。这是何意？死者生前似已有过身孕。不会是验错了？根据死者的骨盆宽度，还有向后倾陷的程度看，死者怀胎应已5至6个月，其子宫已恢复至正常大小，说明落胎应在2个月之前。死者启程赴荆州之时，应刚养好身子。出了这种事儿，国公府的人怎还敢把她给嫁过来？这可是欺君之罪呀！宋国公敢如此行事，定是做好了万全准备。哎，殿下，这个是邮店掌柜所述昨天买油之人的画像。这不是国公府的护卫长魏成吗？一个小小的护卫长，怎敢擅自毁尸灭迹？只怕背后是魏延之教唆，他依附宋国公给予的恩荫，如何敢不尽心竭力？魏延之说，他嫡兄与死者是青梅竹马，若没有摔断腿，他就是宋家之人。他这个嫡兄会不会就是跟宋柔有私情的那个？此事涉及闺中隐秘，宋国公定会找一忠心老成之人指导宋柔行事，让他在大婚之日瞒混过关。那个掌管陪嫁的嬷嬷，说不定就是宋国公安排的人。对，我这就派人去审问。清水还有绿布。哎，世子殿下！哎呀，世子殿下，九娘子恕罪。方才啊，小人的5座箱子让贼人抢了去，我这追了半天我也没追上。我想着呢，就先去报官吧。哎，这5座箱子就在衙门口放着呢。可丢了验尸器具？怪就怪在这儿，小人仔细检查过了，什么东西都没丢，连这器具的摆放位置啊都没变化。打开看看。可有不妥？金鱼续骨膏，这是接骨续筋的良药，千金难求，只有京城售卖。只有京城售卖的药你也知道？医者之好，总喜欢打听些奇药良方。那按这么说，那贼人不仅骨伤在身，家世也非富即贵，药味可浓厚。是。此人因与宋钦队伍无关，并不知道之前的检验结果，所以才拿着验状看了许久，才留下了药膏的味道。殿下可以闻闻看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。站好了说话。京城传来消息，魏家的嫡长子魏其之并非因驯马受伤，而是被宋国公打断了右腿，软禁于家中，这才由其庶弟魏延之代为宋家。宋家队伍离京第2日，魏其之就伺机逃脱，失踪至今。
烈日推塔伤我的人，倒似腿脚不便。宋国公会对魏府嫡子下如此重手吗？除非魏其之铸下大错。他若是宋柔的情人，宋柔另嫁高门，他因爱生恨，杀之泄愤也是合情合理。可扮鬼吓我的人又是谁？魏其之的腿脚可没那么灵活。他那腿伤未必是真的。只有找到他，方能知真相。你安心在此检验，我让白风护你周全。我这就去会魏延之，看他有何说辞。宋国公不但教女不严，还命其子侄毁尸灭迹，欺瞒圣上。你们如此行事，将我安阳侯府置于何地？将圣上置于何地？将国法置于何地呀？侯爷息怒，小侄只是不忍小柔死后还留下不贞之名，才指使魏城纵火焚尸，以免燕状上报刑部，使两家沦为京城的笑柄。小侄甘愿承担所有罪责，只求放过所有宋家之人。是小的擅自做主纵火焚尸，与魏父魏无关。魏城，宋柔之死与其私通之人关联甚深，你们如此急于毁尸灭迹，到底是为了遮掩家丑，还是为了袒护那私通之人？下官只是公子不能再护着大公子了。殿下，侯爷，与我家娘子私通之人，正是大公子魏其之。此言可有实据呀？是大公子亲口承认的。夫人发现娘子有了身孕，娘子只得将与大公子的私情和盘托出，国公爷才气得打断了大公子的腿。你不论是何原因，犯下纵火就是大罪，去府衙走一趟吧。带走。走。魏府尉，刚才魏丞所说，可确有其事？下官的兄长与小柔自幼感情甚好，所以下官未曾多想，直到宋国公命我带兄宋家，我才得知他与小柔竟已铸成大错。你与魏其之并未分家，可为何你会对他的踪迹全无察觉？2年前，下官靠宋国公的恩义进了巡防营，大哥与我大吵一架后，便再也不肯理我，下官实在无从得知。为何会大吵一架？因为我嫡母想让大哥与小柔亲上加亲，但魏府门第平平，未得宋国公允婚。大哥生性要强，因此与宋国公日益疏远，也不想我借此恩应吧。魏其之可惯用左手？是，因为听说天生左撇子为不及，嫡母便强迫大哥自幼改用右手，此事罕有人知。为了维护兄长而欺瞒世子殿下，下官实在不敢。你险些误了大事。下官愧对各位大人。宋娘子毕竟陨身荆州地界，在真凶落网之前，魏府尉就进足东院吧。总算真相大白了。真相与否还需查证，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宋柔的头颅，还有杀害她的凶器。
民房果然把残渣抛干净了，看样子像是绢纱。不是纱，是纸。魏延之招认了。招认了什么？他招认他的兄长魏启之，与宋柔早有情谊，而且天生就是左撇子。天生的左撇子？那他平时就用左手吗？岂不是很多人都知道？其实他自幼就被逼着使用右手，除了亲近的人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左撇子一事。这是我自宋柔胃中找到的纸屑。宋柔自小锦衣玉食，为何会把这等粗糙的纸张吞入腹中？纸上的内容究竟何等重要？重要的不一定是内容。军中的细作，有的时候为了保护消息的来源，会将非重要的情报也销毁干净。消息来源，不同的纸质可以反映写信人的习惯。这上面的字迹虽已被魏烨画去，但这纸张却异常坚韧，并非寻常人家可以买到。娘子，那个亮闪闪的东西是不是金粉呀？没有金粉那般亮，是石黄。石黄常用来制作金漆，把生金漆加入木浆之中制成纸，便是有小撒金坚之称的夜金坚。啊，我知道夜金坚，这种纸会有淡淡的漆树香味，而且比撒金坚要价廉。寻常的贵族用不起撒金坚，就会用夜金坚来写信习字。根据京城之前传来的消息，魏家虽然家世平平，但魏其之这个人性格却颇为恣意任性。他喜好琴瑟，就要亲自学会制琴；喜好骑马，就要亲自驯服宝马；喜好瓷器，家里所用的便都是瓷器。这么说起来，这夜金坚倒是挺符合他的脾性。眼下这纸屑是仅有与行凶人相关的物证，魏家兄弟自小一同长大，我想见魏延之确认一下。据说魏延之回去之后就高烧不退，病倒了，侯府也不好全然不顾。若你想见他，那就得辛苦九娘子为他诊治一番。哎呀，老板，哎，来2个包子。好嘞。这俩。哎，抓贼呀！好，抓贼呀！抓贼！哎呀，他去哪儿了？这，哎呀，抓贼呀！抓贼！交给你了。好。小贼，想偷燕状吗？啊，得亏我们世子殿下这招妙了，一下子把你这条大鱼给钓出来了。你要我们亲自动手，还是自己乖乖伏法？大公子，我……哎，难道在下还有第3条路可以选吗？请进。哎，你高烧在身，就不必多礼了。多谢世子殿下。魏父魏继重病，为何还开着窗呢？在下想散散病气。看你愈发严重，莫非是药不对症？可有药方？就在桌上。魏父魏不必担心，九娘子是救治大长公主的神医，特地前来为你诊治。怎么敢劳烦九娘子？魏父魏放心，治病救人是医者本分。魏父魏，请。你今日可曾用冷水沐浴？秋夕那夜回来的太晚，
在下等不及热水，便用了井水。那药方倒是对症，只不过你路途辛苦，又忧思在心，难免缠绵难愈。毕竟，在下愧对侯府，愧对小柔，实难心安。此剑可是名剑成影？殿下好眼力，可否取下一观？等等。此剑乃宋国公所赠，下官视若性命，从不敢亵玩，还请世子殿下恕罪。明师爱宝剑，又何谈赎罪？世子殿下宽宏大量，实乃吾辈楷模。魏府尉，这屋内换成炭盆升温即可。高炉温度过高，太过燥热，反而不利于病体康复。在下一到夜间，便感恶寒。日后白日里少添些炭火便是。也好，这药方不用换，魏府尉只要休养几日，便可大好。多谢九娘子，多谢世子殿下。魏府尉好生休息，多有打扰。魏延之的房里烧着炉火，却又开着窗，还点着浓浓的熏香，一定有问题。那成影剑可是有价无市的名剑，宋国公怎会对这个庶外省如此轻？府中的炉灰都收集在此，现在不是冬日，烧炭的人少，所以基本上都是魏延之房中的。小婉儿，你和七哥在找什么呀？这脏兮兮的，让下人去找吧。说了他们也不知道。哦，这些都要翻查吗？嗯。主子，魏齐之已经被抓捕入狱了。他可招供了？上尉，到霍知府已对他用刑。宁儿，把这堆灰看好，谁也不许动。好，我们去趟府衙。走。殿下，九娘子，魏齐之只说是他派长随巫术去偷的验状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肯承认。他们主仆二人的嘴可是真硬啊，我用了刑都不肯招我。没有证据，霍大人怎可随意用刑？况且他的腿伤我还未亲自查验过。人在何处？殿下，这大牢污浊，还是请二位回头再治你滥刑之罪。霍知府严刑逼供的手段，真是好生厉害呀！霍大人这是要屈打成招吗？他自己说他伤了腿，那打折要他7寸，所以我才对他换处用刑。可他还是不肯招。伤腿再断，他之前是否跛脚，我们再也无从得知。况且腿伤难愈，若因此落了残疾，事后又证明他是清白的，霍大人打算如何交代？那他如果没有歹意，为何要尾随宋柔来到荆州？喜宴当日，他还滞留在十里庙。他在那多待一天，一定是处理杀人痕迹。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还下去，让他说。大人，我家公子是担心宋娘子的事隐瞒不住，怕她受侯府苛待，这才拖着伤腿跟了。到了荆州，听说宋娘子命丧黄泉，所以才命小的去偷验状，就是想知道宋娘子到底是怎么死的。我家公子跟宋娘子没有私情，更不可能会杀害她。各位大人，冤枉啊！你休得胡说！魏齐之亲口承认与宋柔有私情。大公子把宋娘子当亲妹妹般疼爱，怎么可能有私情？更不可能会杀害她呀！魏齐之可是用左手写字？是又怎么了？会用左手写字的人多了，二公子也会。魏延之为何会用左手？大公子幼时总长红斑，主母担心是左撇子不吉利，便逼着大公子改用右手写字。可大公子性子倔，不愿意改。主母担心老爷因此偏爱庶子，就逼着二公子练左手字，想毁掉他。可大公子不愿意二公子因为自己被连累，这才改练右手。所以长大后，二公子的左手字
反倒比大公子的还好些。魏其之是何时开始只用瓷器的？大公子也不是只爱用瓷器，只是自幼不喜闻其味，其他质地用具多少都会用些七色，所以才用白瓷图个省心。小的以性命担保，我家大公子真的是被冤枉的。霍大人，请速速去给魏其之请个大夫。这就去。我没有杀人，不是我没有杀，我没有。别找了，我可先将那人拘来，轮番审问，待到他筋疲力尽之时，我就不信他不露出马脚。可定罪仍需很多实据佐证，口供只能作为证据之一，尚不能因此证明那人就是杀人凶手。可是像这样慢慢调查，若是真凶借机逃脱，岂不是前功尽弃了？世子殿下定罪一人容易，定错却毁人终生，绝不能因一时心急而罔顾律法的清正严明。这也是你崇敬的那位沈一、沈思清所说的。是。在下受教了。那樊清九娘子继续整理证据，人交给我来抓。多谢世子殿下，但民女还有一事相求。魏其之，念你腿伤严重，允你坐下说话。多谢大人体恤，在下站着就可以了。魏其之，本官问你，你的腿是怎么伤？先是2个月前在京城被宋国公打断，接着是昨日被大人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是问你宋国公那次，为何对你下如此重手啊？因为在下承认和宋娘子有私情。那你跟宋娘子到底有没有私情？没有。没有，你为何承认？说！柔儿的名声比我的命重要。他说是我，那便是我。魏其之，宋柔很有可能是被他倾心之人所杀，你难道就甘心放任凶手逍遥法外吗？那日柔儿哭着来找我，说她和别人有了私情，被宋国公发现后，他情急之下说出了我的名字。柔儿，你快说呀！我问他那人是谁，他却只哭不说，最后还不惜自残，逼我认下私情。他到底是何人呢？我不能说呀，被他人知晓了，他就前途尽毁了。我是真心爱他。结果没2天，宋国公被带人找上门来，不由分说打断了我的腿。我本就与宋国公心有芥蒂，就想着答应柔儿冒充那人，便赌气认了下来。后来我在家养伤，听二弟说宋国公并未责罚柔儿，便没急于找他问个明白。直到他出嫁离开了京城，他护着的那人也没有出现，真是个懦夫。怎么样，公子？宋娘子被人杀害了，连头都被人砍了。我怕那人负了他，若再被后府发现，他失了清白，就再难有活路。所以我便一路偷偷跟了过来，想看看他是否安好。谁知却听到这个噩耗。哎，你发什么疯？来人！按住他！
卫气之身患癔症，触碰七气便会引发隐疹，严重时风邪可入脏腑，气滞神昏。所以，京城中有传闻，他只用白子，也是子夜。从方才他发作的模样来看，日常时绝对不会使用含有精气的液金坚。对，所以死者宁可吞下液金坚也要保护的人，绝不是他。这么说，与宋娘子私通的另有其人。对，真凶我心中已有定论，想必九娘子也是如此。世子殿下尽管动手，我定会以实证，让真凶有所遁形。魏府尉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呢？抬出去，把里面东西给我清出来。是。你长兄已被抓捕归案，你既无辜，为何还要逃？我没有要逃，我只是想回京，向长辈禀明此事。怎么，这安阳侯府还要关我一辈子不成？还是不让碰？士可杀不可辱，程颖对我意义重大，任何人都不能碰。霍知府可听见了？魏父尉亲口承认，哪怕是我，也绝对不能碰他这把程颖剑。下官听得清清楚楚。那就好，呈上来吧。魏元之，你可知这是何物？这是油纸烧焦后留下的胶质。你虽敲碎头骨，点了熏香，彻夜开窗换气，但却忘了清洗铁钱。银霜炭是不会留下这样的污渍的。把物证拿下去。是。殿下，找到了。交给九娘子。杀了宋娘子。根据头骨上的痕迹，行凶人应是在背后将剑从死者的枕骨处直插而入，然后割下头颅，以掩盖剑痕。魏延之，证据确凿，你可还有话说？行凶人在蘸取死者的鲜血，将喜轿伪装成凶案现场，再给死者尸身重新穿上嫁衣，放入轿中。为阻挠九娘子检验尸身，你佯装无头女尸恐吓于她，并试图借嫁衣上的墨字嫁祸给自己的嫡兄魏启之。为坐实魏启之的罪名，铲除我这个剖验之人。你让你忠心的护卫长魏成假扮魏启之，在灯会暗杀我。当你发现暗杀失败，剖尸检验必无可疑，
你便教唆魏成连夜火烧义庄，企图再次毁尸灭迹，还加大炉火，想要焚毁死者头颅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杀害死者的行凶人正是魏延之。这是丧心病狂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我丧心病狂，明明是那个女人她丧心病狂。她明明有安阳侯府这么好的姻缘，偏偏要缠着我，逼我跟她私奔，凭什么？我大哥可是堂堂嫡子啊，一条腿说打断就打断了，若换作是我呢，小命只怕不保。他可知道和国公爷作对是什么下场吗？舍弃荣华富贵，你却为一己私欲对他痛下杀手，居然还有脸面说他不为你着想。我一个庶子战战兢兢走到今天，吃了多少苦，看了多少嫡母的眼色，我凭什么为了他放弃我的前程，跟他隐姓埋名过一辈子？我凭什么？这个愚蠢可厌的贱女人，想用爱情毁我一生。她死有余辜。你口中的那个女人叫宋柔，她此生最大的愚蠢，就是把她所有的聪明都用来保护你。若不是她吞下你为了诱杀她的叶金坚，你早就被绳之于法了。如此残害痴心待你的女子，你才是真的死有余辜。那又怎样？只要我不爱她，她就算为我死10000次，都是错，都是错。宋娘子若泉下有知，看到还有人这么关心她，也算有所慰藉了。若没有你，恐怕连真正关心她的人都保不住。薛鹤，既已结案，现在开始对宋娘子的尸身进行修复。九娘子，小人不懂啊，这案子都结了，修复这尸身做什么？按照以往的流程，要么把尸身归还给家人，要没人管就买口棺材，后山随便埋了便是。剖尸是为了洗冤择物的无奈之举。死者用自己的尸身为我们揭示了真相，我们理应还以他原有的尊严。九娘子，你方才为何不再以死者称呼宋娘子？因为从今日起，我不用再把它看作是证据，我也可以问心无愧的送宋娘子走完最后一程了。风雨凄凄，鸡鸣喈喈，且见君子，云胡不已？风雨萧萧，鸡鸣啾啾，且见君子，云胡不愁？
就一炷香的功夫，别忘了啊。明白。你来干什么？来替你母亲看我笑话？言之，我只想问你，柔儿对你一片深情，还怀过你的孩子，你对她可有半分真心？你想替她教训我？你到现在还没有一丝悔过之意吗？你凭什么教训我？凭我是你兄长。我没有兄长。你是魏府嫡子，生来便享有所有的尊荣和所有人的宠爱，而我呢，不过是一个连生母死前都无法见一面的庶孽。你母亲把我生母害死的那么惨，你不会以为我不记得了吧？这么多年，你母亲但凡要管教你，我便要陪你加倍受罚。你不喜欢宋国公，我便无法入巡防营。明明喜欢学琴的人是我，你母亲偏偏只让你学。若非如此，我怎么会偷偷去找小柔学琴，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一步田地呢？原来你心里是如此的恨我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别做出这一副假惺惺的伤心模样。陪你装了这么多年的兄弟情深，我受够了。你走吧。无论你怎么想，我对你都问心无愧。今日一别，希望你也可以无愧来生。若不是大长公主和魏大公子做主，连身后事都没人管。魏大公子坚持要把她葬在荆州，看来是彻底对宋国公府失望了。也许正是因为太了解，所以才会选择这么做。以宋国公的品性，宋娘子就算回去，估计也入不了祖坟。还不如葬在这儿，山清水秀呢，换一个来世自在。我一想起这事儿就觉得心惊胆战的。你说一个女子因为太过痴情，竟招来杀身之祸，她的亲爹为了保其家族名声，连身后事都不管了，落叶归根都不行。你说这些男人心都是用什么做的？这与男女无关，无论是宋国公还是魏延之，他们都是心里只有自己的自私之人罢了。看来我们身为女子，还是一生无情无爱保平安的好。主子，这案子结了，咱们是不是该回京了？白风，我们所查之案，怕是有开端了。可是晋王案有新的线索了？还没有，但是我们得到了查办此案更为有力的左膀右臂。你传信京城，暂停我入兵部一事。我要改入刑部。